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年底古装剧新风，向爱奇艺布局2大强剧，提前锁定热档。的嘞，这下热闹了！眼瞅着9月没几天，爱奇艺就开始撒大招了，啥叫不得不看的古装剧排山倒海？啥叫年底收视王炸一锅炖？5部王炸古装剧铺满了黄金档，全网话题量24小时就飙过1.5亿。说实话，俺多少年也没见过平台这么拼，这下想揽都揽不住，手机还没捂热，下一部大剧就呼啸而来。可问题又来了，铺排的这么整齐划一，是要开古装超市啊？再多 IP， 再大咖，到底能靠什么把胡强的分数抠回来？观众们的底线真就这么容易拿捏吗？这摊子下得如此气势汹汹，咱们不扒一扒，怕是京东站不起来。到底是力压群雄，还是王炸变王炸鸡？咱们慢慢唠。各位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梯度排波加类型互补，堪称宫斗古装圈的排兵布阵。武侠、权谋、甜宠、仙侠、悬疑，啥口味的电视胃口没被安排明明白白？头一波赴山海一笑随歌强劲领跑，动静一个比一个大。再看10月，甜宠清洗哄女粉心花怒放，狐妖小红娘王权篇则准备横扫粉圈唐朝诡事，陆之长安直接硬刚悬疑老炮。类型排列的特巴式，各有饭圈撑腰，又不踩脚气，各自闯江湖。但别高兴得太早，这流水线操作背后暗搓搓也有玄机。网剧千军万马不是谁都能出头，一众主角能不能扛起平台流量？这几年观众胃口早都练大了，一部剧不整点新鲜，转身就被弹幕淹没。王炸真能一锅捞吗？咱们只好搓搓手掌等开饭。说实话，这么大阵仗，咱普通观众也不是头一回见了。但爱奇艺这次的玩法确实花样多，人家的算盘打得贼精，9月先让赴山海武侠脑洞开路，热度30分钟破14000，再来个一笑随歌，女主射手大红衣预约破80万，一箭穿心型营销。10月切换成甜宠模式加偶天成，主打治愈系 CP， 瞄准吃瓜少女心。到了年底，2张最有杀伤力的王牌才算亮到底。狐妖小红娘王权篇用诚意加高人气 IP 加精细特效拿下粉丝阵地，唐朝诡事陆之长安则靠剧情口碑横扫大众市场。类型互补，用户分层，堆出了古装剧里的小联合国。各路杠精也没闲着，前2天看微信朋友圈都分了好几波，有人狂追狐妖，说诚意苦练2月剑术，预告片动作行云流水，这回味儿可比前面几部燃多了。有的姐姐却说系列豆瓣6.3烂尾，还想翻身，人在江湖哪有那么容易？唐朝诡事陆之长安一派悬疑控死忠口吻，硬广说中式恐怖美学能不能再造经典？一群小伙伴嚷嚷咱们糖粉团必须去打榜。瞧瞧，群众基础杠杠的，热闹劲儿不比早市差。但也有人凉凉的砸下低口碑魔咒的彩蛋，哪一回不是前奏牛气轰天，首播几天豆瓣评分咣当下来，合着观众心里跟明镜儿似的。这戏台子搭得再气派，天晴下雨还得看成色。别看眼下热搜飞天，其实这锅王炸里头暗流不少。狐妖小红娘这牌子压根不是初茅庐，前头几个单元均分6.3，说白了没啥人敢夸口。粉圈再嗨，也有心里没谱。诚意拼命练剑，李一桐造型还原，营销力度一波接一波，吊足了胃口。但历史总是让人头皮发麻，好牌有时候就是出烂分。唐朝诡事录虽说是必追款，且前2季豆瓣7.8加，播放量破50亿，可越是这伙人越容易挑刺杨旭文回归卢凌风，杨志刚延续说书腔，
播出预告烛火映鬼脸，架势拿捏得死死的，可架不住部分观众对讲故事别演成诡秘的常诗会，不爱长剧的还说一季20多集，没事谁跟你耗到11月。而微短剧《唐诡奇谭》上线，表面上是高效联动，实则恐精力分散，怕是观众追着追着断档劝退。平台数据好看归好热度，预约点击一通猛吹，但真要是剧情拉胯，口碑雪崩，数字的泡沫怕是比东三省的雪花大偏多。用户留存率、播放增长率全靠内容说话，各花入各眼，偶像粉、甜宠控、仙侠迷、悬疑党，一人一票。荧幕百花齐放，但真正掏心掏肺喊出真香的可没几个。若只是营销轰炸，话题轮番，观众还真容易产生狼来了的呼吸。可别以为到这儿就一盆凉水，真正的看头才刚刚来。说来也怪，前几年古装剧一言难尽，一边天天被喊 IP 疲劳、题材同质，一边年年有王炸自带光环。今年爱奇艺突然使出一招双保险，一边靠诚意这流量吸铁石死磕粉圈，哪怕口碑再险，有粉丝刷好感度兜底；另一边死守唐朝诡事录的稳健路线，剧情扎实，好评基本跑步了。要是这俩板砖都能砸中观众饭碗，直接收割仙侠加悬疑双料流量，年底市场份额猛增30亿播放不再是梦。这波操作算是给平台留了条回旋路，比起友商的单一强推，小算盘打得明明白白。观众要看的就是新意思诚意能不能剑指众生一剑封神，见招拆招，逆天改命。李一桐能不能撑起青铜灵气，摆脱花瓶魔咒？唐鬼长安还能不能续写中式恐怖美学的新高峰？官方预告出场，万人空巷，演员练绝活，剧组拼特效，官方数据狂飙突进。但这年头可不是光拼账面，观众精明着呢，剧情真好不怕剧场小，套路太多最怕观众跳。中式悬疑要真扎牢地气，仙侠虐恋要真拍出命运感，咱们才会乖乖守着电视打榜。如果真有新意，真敢下功夫，观众刷的可不是热度，是情有独钟加真香加再来一桶爆米花。平台稳扎稳打，就怕木桶短板。大格局里的小细节，往往藏着大隐患。譬如梯度排播，说的天花乱坠，真要是中间一步拉胯，前仆后继的剧反倒成了锅里泡面低伴奏，一句脱粉全盘皆输。再看类型互补，这是跟东北饺子蘸酱油似的，啥都要蘸一下，最后容易凑一个四不像。观众口味跨度大，食材再好，也难保哪口吃出落选槽点。更残酷的是，流量撑热度，口碑保质量这套牌，有时候也失灵。粉圈脑补，饭圈点赞，真不敌剧情乏力的冲击。不少粉丝义愤填膺，我们为爱发电，怎么就总被导演编剧拉了后腿？更别说各家友商平台摩拳擦掌，腾讯、优酷、芒果哪家不是 IR 漫天？要么仙侠仙的飞天了，要么悬疑悬到玄学。真本事不怕比，怕的就是滥竽充数。古装大年一到，剧荒还是一片，翻车随时逮正着。新障碍也不是没有短剧市场冒头，综艺节奏突然加快，韩剧美剧再添把火，观众注意力比红包转瞬即逝。这年头追剧要讲究性价比，内容不行，溜了溜了。谁浪费612分的青春在当接盘侠？都怪这年头压力山大啊！每逢年底，古装剧不来机枪是累翻，网友都怀疑自己过了剧盲生活。爱奇艺这次连发5把王炸，不得不说是下了血本，打了鸡血。年初还说古装剧市场萎靡不振，一转眼平台老大说年底全靠我们收割。你看看这阵仗，比东北年夜饭桌上的饺子还齐整。可花里胡哨的排兵布阵真能保得住口碑铁军？就像老王家饺子，馅儿都用了最新鲜的，
可万一面皮扎不紧，煮出来还是得漏汤。虽然各大数据、话题量都吹得呱呱叫，剧情真要烂尾。BBQ。正方说，各色观众口味丰俭由人，咱是全覆盖，无死角，总有你爱吃那一口。可反方其实是在脑补你堆的再多，不上心照样一锅糊。这时代多少神剧起高楼终成炮灰，平台与其花架子搞几套，不如下点死功夫，把台前幕后的真心实意掏出来。别光想着流量，得把观众的冷暖真当回事。来了，敢问各位 keyboard 拍案，你家爱奇艺这王炸古装拼盘，到底是要把江湖流量收割个绝户，还是最后各自为王，观众吐槽成串？你是觉得越多类型越香，还是宁可只要一款硬核真剧，不怕剧荒？点击评论区来吵上一架，你愿意做流量公路上的接盘侠，还是坚守剧荒底线？